大家好，我是苹果妹。今天呢，要来跟大家介绍一部我最近才刚看完的悬疑惊悚美剧，叫做《Severance》，中文是《人生切割术》。那这是一部由 Apple TV Plus 出品的影集。那其实我过去呢，很少在 Apple TV Plus 上面看影集啦，但是这一部呢，真的经过一些朋友推荐，还有看到网络上的评论也很好，所以就追起来了。那今天呢，就换我来推跟各位喽。不过大家放心，当然是我自己看完，然后觉得非常好看，所以才会想要推荐大家的。所以接下来的影片呢，我会就这个剧情大纲，然后各个角色的介绍，最后呢还会分享一点我小小的心得。那过程当中呢，不会有剧透，也不会爆雷，所以请各位安心服用吧。那首先呢，一定要讲到人生切割术，它的英文剧名 Severance 这个单字呢，有着分离、中断的意思。那是分离什么，又是中断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英文的解释 ：The act of ending a connection, relationship, etc., or of being separated from a person, place, etc. 那注意到呢，它有提到几个单字 connection, relationship, a person or a place， 这真的跟剧情非常的贴切哦，就是分离或中断的有可能是一个人、一段关系或者是一个地点。那在剧情当中呢 ，severance 其实是一项手术哦，透过一项手术呢，可以分割一个人上班的记忆跟下班的记忆，也就是说，你上班的时候呢，不会记得下班发生什么事情，那你下班之后呢，也不会记得上班所发生的事。听起来好像蛮不错，然后蛮理想的，对不对？那这部剧里面的主角 Mark 呢，就曾经接受过 severance 手术，并且呢，他在一间大公司工作哦，这间公司叫做 Lumen， 所有进到 Lumen 的底层员工呢，都必须要接受 severance 手术，而且是自愿的哦。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些自愿接受 severance 手术的人呢，背后一定有他们自己的理由。那随着剧情发展呢，就会慢慢揭露每个人自己背后的故事。然而呢，奇怪的就是 Lumen 这间公司却从来不让外人，甚至是员工自己知道说，记忆被分离之后呢，他们到底在公司里面做着哪些事情，非常的神秘。那主角 Mark 呢，一直也都相安无事的在 Lumen 这间公司工作，直到有一天呢，他的同事 Petey， 同时也是他最好的朋友呢，突然没有来上班了。那公司呢，完全没有给任何的解释，只是轻轻带过说，哦，他离职了这样子。那正在大家搞不清楚头绪，然后正傻眼的时候呢，公司立刻雇佣了一个新员工来取代 Petey 的位置。那随着朋友的消失呢，还有公司里面各种的谜团，使得 Mark 跟他的同事们开始觉得这间公司有点怪怪的，故事呢就随之展开了。那 Severance 呢，总共有9集，里面呢每一个画面真的都是精心设计的。那整个风格呢，像是穿搭啊，或是布置，都是走复古的风格。那色调跟构图呢，也都非常的讲究，我自己觉得非常的美，然后同时又非常的诡异。为什么说诡异呢？因为这部影集就是在讲公司文化嘛，所以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公司里面拍摄的。那里面的干净程度呢，真的会让人觉得有种强迫症的感觉。可以说它的画面真的太干净了，然后配上它的冷色调呢，然后又是公司文化，让人就有一种很压抑，然后很诡异的感觉。同时呢，也跟下班之后的世界形成对比。在公司里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让人非常印象深刻，就是里面的管理阶层，他们都常常带着美国式的露齿微笑，但是那个笑呢，真的会笑到你心里发麻，就是每个人好像都心怀鬼胎这样子。所以总体而言呢， Severance 这部影集主要就是围绕在记忆分割手术跟 Lumen 这件神秘的公司。那随着剧情发展呢，主角们开始一步一步揭开自己的背景，还有心理阴暗面，同时呢，他们也开始探索更多 Lumen 的秘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下里面的角色跟演员哦。主角 Mark 呢是由 Adam Scott 饰演，另外呢，女主角 Hallie 呢是由 Britt Lower 饰演。他们还请到了奥斯卡影后 Patricia Arquette 来饰演上司哦。那 Severance 的角色呢，里面每一个个性都非常的鲜明，他们都有自己背后的故事。那虽然角色不多呢，但是每个都非常重要哦，所以他不会有角色记不得的问题。那每一次有出现新角色，其实我都是非常期待的。那我们来讲一下主角 Mark 这个角色呢，就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大烂好人，但是他的背景呢会让人有一点难过。然后我自己私心觉得这个演员长得真的超级像汤姆克鲁斯的，只是老实版本的汤姆克鲁斯。那 Mark 呢，在公司内外都是影响故事主线走向的角色呢，所以非常的重要。那女主角 Hallie 呢，其实她是 Lumen 的新进员工。那观众呢，会随着这个 Hallie 的视角，经历这个 Lumen 要入职跟手术的过程。那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 Hallie 的个性，我觉得如果我进到那间公司的话，我的反应应该会跟她一模一样。然后至于为什么 Hallie 要加入 Lumen 呢，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支线哦。那我们刚才有提到第3位这个奥斯卡影
影后 Patricia Arquette， 她是饰演剧中的 Harmony Colville。那她是 Mark 的上司，同时也是 Lumen 的一份子。她在剧中的表现呢，真的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她跟另外一个管理者叫做 Mr. Milchick， 他们两个搭档呢，管理这个底层员工的方式呢，真的非常的诡异。尤其是 Severance 的剧情里面呢，常常会出现好像有一点幽默，可是又同时诡异到不行，让人笑不出来的剧情而且它的程度已经到达怪诞的程度了，就是你会觉得这部剧很沉重又悬疑，但是呢又带有一点奇怪的幽默。那会这样子的原因呢，可能是因为班史提勒 Ben Stiller 有指导其中的几集 ，Severance 总共有9集嘛，他指导了前面3集跟最后3集，所以就带来不同的风格。那原因也是因为他们自己想要突破框架，不想要让画面一直循着就是有迹可循的方式走。也的确呢，他们拍摄的方式还有故事内容真的是高潮迭起，非常的精彩那我们大概介绍完故事跟角色之后呢，我来跟大家分享一点点我自己小小的心得，也一样不会有剧透。一开始呢，看到这个分割记忆的题材呢，觉得非常的新颖，但是看了一阵子之后呢，发现其实这个题材在过去好像有类似的东西已经出现过了。例如说 HBO 的 Westworld 里面的机器人的伦理或者是他们的意识，他们算不算真正的人类呢？或者是另外一部电影叫做 Don't Let Me Go， 中文是别让我走，里面呢有这个复制人的题材，就是复制人到底是不是人呢？他有没有自己的意识呢？还有呢，就是 Severance 里面的分割记忆呢，其实可以被看成第2人格，只是今天这个第2人格是你可以自己决定说你要不要让它出现的。不过呢 ，Severance 整体的拍摄手法还有企业文化融合的这个故事剧情呢，算是非常新颖的，就是耳目一新看完之后呢，我只觉得 Severance 这项手术它可以是非常肤浅的。也许我今天就只是不想要工作所以我就去接受了这项手术。同时呢 ，Severance 手术也可以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例如说今天这个记忆被分割出来，另外一个独立的我呢，他到底算不算是一个自由的人？他可不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工作？又或者是说他今天可不可以自己成家立业，然后有着自己心爱的人呢？他有没有那样子的权利呢？还是说这个记忆被独立出来的另外一个自己，他就只是被当成一个只能工作的机器人空壳呢？同时呢，大家可能也会开始反思，说自己在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也只是被公司当成一个只能工作的机器人？第1季呢，真的留下非常多的谜团让人迫不及待想要看到第2季。那好消息呢，就是在4月的时候 ，Apple TV Plus 也正式宣布说这个 Severance 确定有第2季喽，所以非常的值得期待，只是可能要等一阵子了。好，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如果大家想要讨论剧情的话呢，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一起讨论哦。另外呢，如果你喜欢这类的影片，想要我拍更多介绍影集的影片的话呢，也记得留言告诉我。好，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我是苹果妹，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